叫之字形構圖，就是什么？哎，就是我们写之字啊，哎，这样的一种构图方式，它和我们 S 型构图是相反的，它的方向相反。也是啊，不管什么 S 型或者之字形构图，它都是什么？由近景的部分我们开始起笔，就是什么啊？近实远虚，对不对？先由近景的部分開始起筆，然後注意什麼？哎，我們起筆的時候，我們近景的山石呢，它的墨色處理的讓它墨色的稍微的讓它重一點，因為在近景的部分是不是？哎，我們讓它墨色稍微的重一點。先勾什麼？還是啊？我們先用中鋒把它的山石輪廓勾出來。注意什麼？注意我們畫這個山石的時候，注意什麼？注意它的大小變化。有的同學好，就是說我們畫山石會出現什麼問題？哎，就是說畫的時候，大小山石是不是？哎，大小一樣，然後它的結構呢單調，沒有什麼變化。我們要強調什麼？強調山石，它你看那麼大山，那個大自然的山石，它也是有大有小，對不對？不是說都是一種形狀，然後它的結構也是啊，它的石頭也是很多種結構，很多種形狀。所以我們畫的時候一定要注意它的變化。山石追求一種什麼？大小不同的變化。你看是不是？雖然我們這是一組山石，但是大家注意看，是不是它有什麼？有大的、小的，是不是？有稍微長一點的山石，有稍微遠一點的山石，圓形的山石，是不是？要注意它的山石外形不同，要追求一種什麼豐富的變化，這樣才能感覺你的畫面出來以後不單調。來看，我們再向後。哎，比如說啊，同學們，你看，比如說我們畫這樣的一樣的啊，你看這三種山石是不是外形很相似？這樣呢，處理的時候我們就要處理它的結構要有變化。你看，哎，它的外形如果一樣的話，我們就要什麼？變化它的內部結構，是不是？一定要追求它的一個是外形的有區別，再一個就是它的內部結構有區別。好，看我們不同的小山石勾完以後，大家看一下，哎，勾完以後我們這是什麼？對，因為同學們為什麼我們要開始學的時候掌握的基本的皴法還是什麼？以蓖麻皴為主，先要掌握這種皴法，因為這是我們初學者啊，我們初學者首先。一個是我們蓖麻皴容易什麼？容易好掌握。然後它的，你比如說我們構建什麼呀？哎，我們構建山石結構啊，它的明暗吶，我們知道怎麼去處理。斧皮皴的它的皴法稍微的複雜一點，就是說你比如說塊面結構，你要先掌握住，然後你才能去把它的明暗結構去表現出來。蓖麻皴相對來說比較簡單一點。我們先用什麼簡單的入手，是不是？哎，簡單的皴法入手。
同学们好啊，歡迎我們新同學啊。來，你看，剛才就是我一村了以後，同學就知道，有的同學就看出來啊，這是匹馬村，是不是？它表現的是什麼？是我們南方的啊，江南的小土山、丘陵、土坡，哎，描寫這個以描寫這種山石結構為主。大家注意看，是不是它是都以線為主啊？以線為主，用長短不同的線條，它主要表現什麼？哎，表現我們南方的那種比較圓潤，是不是土質比較多一點的山石？它的紋理，你看它的這個匹馬村的紋理結構，它都是一種條狀、比較細膩的啊那種山石結構。大家看看是不是？哎，我們這種山石，大家看看是不是？哎，比較細膩。它和我們北方的那種大家看到那種大的塊那個石頭，是不是？它有區別。這種山石我們表現的南方一個是，哎，比較什麼濕潤，山石啊，土質結構比較濕潤，然後什麼，哎，比較含蓄的那種表達，是不是？它不像我北方畫那種大山石，就是說特別直白。來，大家看一下，我們畫這個匹馬村雖然是什麼，哎，它是以線為主，它也能把我們的山石的，哎，塊面結構，對不對？也能把它分出來。對對對，有的同學就是說雨水沖沙，是不是？對，就是我們的啊，看它的紋理結構，就是我們經過長期的雨水沖沙形成，哎，一道一道的那種溝壑，是不是？我們畫這個小山石的時候，可能不是很明顯。到我們後面，比如畫土坡，是不是？那時候你能看出它的就是那種結構特別明顯，就是被雨水沖刷的結構比較特別明顯。你看大小山石、大山石，它都是一種，你看都是這種形狀，是不是？哎，都是這種形狀。它都是什麼？哎，以圓形比較多一點。所以說，我們開始初學的時候，一個是這種皴法，是嗎？還有什麼？後邊我們比如說畫這個遠山的時候，哎，它的線呀會變成什麼？稍微長一點，就變成不同的皴法。哎，這是啊，我們山石的開始的起筆呀，是不是？它是勾彎結構、皴法。大家還有什麼？後邊我們把它怎麼組合在一起形成山峰？哎，就是說需要我們掌握什麼呀？哎，山石的組合，它有什麼？它有什麼組合在一起？比如說大的山石、小的山石，它怎麼去組合？也是我們需要。你看，山峰也是小山峰、大山峰，都是靠什麼？也是靠我們的不同的山石把它疊加在一起形成山峰。
来，下面啊，你看这是什么？小的组合啊，小的组合以後形成一個小的小山峰，是不是？小山峰以後，比如說剛才同學就說的啊，你看我們要畫土坡的時候，能不能看出來？哎，先畫什麼呀？先畫我們的外部結構。外部結構以後，大家看這裡面我們要加村的話，你看是不是就感覺就我們比如看前面山石，就比如我們看後面的這麼明顯啊？你看它這一道一道的這個線，搭着一道道的線，就像剛才同學說的，是不是像我們被雨水長期沖刷那種溝壑？這是一種，你看和我們前面啊山石是一樣的，它是一種山石的紋理結構，對不對？大家對比一下，你看，雖然我們後邊畫的是土坡，你看前面的山石，你對比一下，它也是以線為主，哎，形成這種紋理結構。哎，大家看，這樣啊，同學們，這樣講，同學們能不能明白我們這個哎山石的它的皴法、它的結構？我講了以後，同學能不能明白我們講的這山石結構怎麼去把它表現出來？有沒有新同學？新同學就說明白了，是不是？有沒有新同學不明白的？同學們，比如老師講的這個蓖麻村還是心裡不清楚，還是糊塗的。我看能不能老師講的能不能明白啊？好，明白了是不是？有沒有新同學？同學們，有沒有新同學覺得老師講的還是有點糊塗不清亮的？就是我不還是講的老師講的我還是沒聽清楚。没明白是不是？你看啊，我們那個蓖麻村是不是？它的皴法大家看，大家看一下啊。我們蓖麻村的它的皴法以線為主，然後你看啊，用筆的時候，我們皴的時候，我們畫出山石結構，是不是？你的皴的时候，它的用筆，你看它的線是這樣的，是這樣的，它的用筆是什么？哎，以中側鋒為主，大家注意看，中側鋒為主。然後它的用筆呢，你看它的用筆線條是上面是虛的啊，上面是虛筆入，虛筆入，然後啊，你看到後面的時候，它是什麼？實筆收。它的線的變化，同學們要注意一點。我們皴的時候啊，這個線皴的時候，你看。它的上面是不是入筆的時候啊？入筆的時候它是虛入啊，虛入實收，大家注意看，一定要記住，虛入實收。
大家可以把我们的刚才老師講的，大家記住，哎，剛才講的我們老師村這個披麻村的時候，哎，披麻村，大家注意我們用筆，對，我們可以，同學們可以扣在公屏上哎，虛入實收，記住，哎，我們這個哎，披麻村的村法，你看，對，這在我們的山石結構上，你看，我們掌握了用筆。左右區分就可以，哎，左右區分可以。這樣大家能明白沒有？明白了以後，我們扣個明白是不是？哎，記住了它的用筆然後我們在畫不同的山石結構的時候，哎，比如說前面的山石，後面我們山峰。也會用到，你看也是在我們的結構線，你看，我們去勾。大家注意看，我們用筆的時候，它有什麼？它有浓淡墨的變化還要注意一點。我們中国畫來說講究嘛，以筆墨為主，是不是？哎，比如說我們墨的濃淡乾濕的變化，線的粗細變化，是不是？哎，這樣明白了我們明白了山石的皴法以後，來看還有什麼呀？我們山水畫來說，山石是一個主體，是不是？它的山石它是個主體，還有說水是主體。然後呢，還要有什麼樹木，增加我們畫面的生機。不能說我們這畫上只有什麼，只有山是不是光禿禿的山？需要什麼？需要樹木去點綴。平面布局，同學們，你看平面布局是什麼？就是講的我們構圖的方法。我們這是一個比如說我們現在畫的是個四指整張的，它是個紙，也是個平面的。平面的，我們怎麼把它構出空間感來？其實我们中國畫就是在我們的紙上，是不是構建我們的空間關係？就是你看你怎麼去布局。布局的意思就是怎麼我們去構圖。構圖的方法有很多種，我們前面講過比如說我們有什麼平遠構圖、深遠構圖、高遠構圖，這是古人總結的三元構圖法。我们近代呢又根据他们的三元構圖法生出很多的不同的構圖方法，比如我們今天畫的之字形構圖、S 型構圖，還有什麼虛字形、澤字形、假字形、有字形構圖。不同的構圖方式把我們的山水產生空間關係。就是我們開始畫的時候，先要什麼？掌握它的構圖的方式，就是我們講的同學說的布局，其實就是我們的構圖方式。有了山石大家注意看，我們有了山石以後，還有什麼？要增加樹木，
哎，增加數目，來，我們數是不是山石有什麼皴法？是不是有明暗結構啊？有各種的皴法，它把它山石體現出来。我們树木也有啊，树木也有它的一定的規律啊、技法啊。看我們樹呢，講什麼？講树分四支，也是啊，和我們那個山石一樣，對不对？和山石一樣啊。山石它有什麼明暗結構？我們樹呢，哎，有树分四支，十分三面是它的啊。我们講十分三面是它的，哎，它的立體感，是不是？怎樣把這個山石體現出立體感呢？我們這個樹分四支也是啊，為了把我們的樹木畫出空間來，畫出立體來。你看，我們先分出什麼呢？哎，同學們看，先把树分出前，是不是前後左右的？哎，這種四個出支方向，先把它分出來，就和我們十分三面一樣。你看，分出什麼呀？前左右，是不是前左右？先把它的十分三面分出来。我們樹也是啊，先把四支的方向我们分出来。分完以后，你看，我们再看我们的树啊，它就是什麼？有立體感的，對不對？它有前後左右的空間關係。然後和我們長樹是一樣的啊，先樹幹，再枝杈，是不是？分了前後左右的四個枝杈以後，在上面小樹枝。來看，哎，我們這個小樹枝，大家看，同學們看一下。我們的小樹枝是向上的還是向下的？你看，先分清，哎，小樹枝出枝的方法不一樣啊。來，注意看，我們小樹枝是向上的還是平行的，還是向下的？向上的，對不對？你看啊。這種出枝的方法我們叫什麼？叫鹿角。來想象，是不是像我們的這梅花鹿的哎小低角一樣，是不是？哎，這種叫鹿角枝。還有一種，你看啊，哎，還有一種，兩種不同的出枝的方法。來，大家看一下。我們再畫一個小樹，看我們這個小樹枝和我們的前面小樹枝有什麼不同的地方？來看。大家看一下，哎，我們這個小樹，它的小樹枝出枝的方向，哎，和我們左邊的小枝有什麼不一樣的地方？同學們能不能看出來？有什麼區別？同學能不能看出來？我畫的右邊這個小樹啊，它的小樹枝。我們對比一下，同學們可以自己對比一下，哎，兩個小樹枝有什麼不一樣的地方？大家看，哎，它兩個方向是不一樣的啊，對不對？這個是什麼？向下的啊，像什麼？像不像我們的小螃蟹那個，哎，小爪子，是不是？哎，這種就是我們根據它的這個形象啊。叫什麼？蟹爪，兩種啊，兩種小樹枝的出枝方法。哎。
小树枝以後啊，下边就是哎长了小树枝，我们就可以在这小树枝上，对吧？可以生发小叶子啊，哎，生发叶子。不能，同学们不能，我们画完树干，大家注意看，不能画完树干以後你就直接去画叶子，对不对？哎，一定要有树幹，再有什麼樹杈，再有小樹枝，對不對？不能我們就是說你長樹幹，大家看一下，不能說一長樹幹，對不對？葉子長在樹幹上，都是長在什麼？大家想象一下，我們的小葉子，注意看，我們葉子都長在什麼地方？長在樹的樹幹上，還是小樹杈上、小樹葉上？不是小樹枝上。我們先了解這個自然的生長規律。雖然我們都是說，哎，古代這個畫這個山水畫來說，哎，就是說以寫意為主，都是說寫意，但是它也是根據什麼呀？根據我們觀察自然提煉出來的，對不對？大家看看是不是？我們大家注意一下，哎，我們這個樹葉是長在小樹枝還是直接長在樹幹上的？這一下我們一定要先領悟清楚啊。有的同學就是直接畫樹幹，畫完樹幹以後也沒有這個小枝杈，直接就點出葉子來啊。哎，一看就是說，就好像這個葉子就是假的一樣，哎，直接按照這個樹幹上似的，是不是？它不是生長出來的，一定要遵循什麼自然規律。下邊啊，這個小樹葉也是啊，這種這個蟹爪枝的葉子啊，我們畫一個什麼常見的小柳樹，是不是我們常見的？注意一下，哎，我們見這個蟹爪枝，是不是有的同學是對有一種什麼？哎，這種柳樹是這個蟹爪枝，還有什麼？好，大家可以想象一下，我們這個蟹爪枝常見的蟹爪枝都有什麼樹種啊？好，我們鹿角枝，同學們能不能想到向上的這種小樹？同學們能不能想到幾種？哎，首先想到什麼？看到什麼樹，它的小樹枝是向上的，是這種鹿角的？同學們能不能想到？這種鹿角的這個樹形，同學們應該是經常會見到，這種向上的這種小樹枝。同學們，我們去想一下，我們可以想一下，哎，我們什麼是這個見到大自然中什麼樹的樹枝是向上的？我看同學們能不能想到啊？看我們同學的觀察力怎麼樣？對，鹿角枝的多，對不對？鹿角枝多，但是同學們能不能想到啊？哎，我能想到，哎，什麼樹它的小樹枝是向上的啊？很多，很多，同學能不能想出來？
能不能想出来？就是說，哎，老師，我能想到啊，一棵它这个树种它的小树枝是鹿角枝。槐树。还有呢，同学们，还有我们经常见到的啊，这个树种是经常我们见到的，在什么？在公路边，是不是？大家可以想象啊，公路边常见的，哎，那种树种叫什麼樹啊？這樣我們在畫的時候，是不是你了解了它的樹是什麼形狀？小樹枝，你在畫的時候，是不是你就清楚我用什麼這個哪一種畫小樹的方法把它表現出來？香椿、楊樹，對，你看，有的同學就想到了啊，哎，我們在公路邊常見的這個楊樹，它就是很有代表性的，就是什麼向上的，就是鹿角式的小樹枝，是不是？哎，這是比較明顯的。還有什麼椿樹也是，梧桐樹，是不是？哎，都是那種向上的樹枝。還有什麼？我們在果園見到的桃樹、梨樹，都是，是不是？它的樹枝都是向上的，對不對？到我們上面啊，到後面大家注意看，畫後面山峰的時候，它的線和我們前面啊有什麼變化？同學們，你看啊，花角樹也是，對，花角樹，你看啊，大家注意看，哎，我們啊後面山峰的這種皴法和我們前面的山石的皴法有什麼不一樣的地方啊？我們想一下，看一下，觀察一下。一個是線，來看啊，對比一下前面山石和後面的山峰的這個皴的線有什麼變化？還有用筆有什麼變化啊？我們前面啊皴的這個山石是什麼？虛入實收，對不對？哎，我們觀察一下。長短結合是不是也有？也有，但是它的用筆線的是長短的有變化，但是它的用筆和我們這個畫山石用筆是有區別的。你看，大家看，我們畫遠山的時候啊，比如說後面，在這個瀑布的上面，我去畫一個遠山的話，大家看，大家看我們這個用筆和我們下邊山石用筆不一樣的地方在哪兒？不是虛啊，同學們看，下邊我們畫遠山的用筆是什麼？和我們前面用筆是不一樣的，是，大家記住啊，前面是什麼？虛入實收，我們後面的遠山是實入虛收，你看，不是收了就啊，虛入實。不是實入虛出，你看，實入虛出，它的用筆是先下筆是實的，
在後面提起來，来看啊，我們的山峰，遠山，是不是？哎，线条是实笔入，虚笔出。不是啊，我们后面的，我们前面啊，前面的这个山石是什么？虚入实这个嘛啊，实收。我们后面的是什麼？實入虛出。同學們一定要記住，它兩個是相反的，對不對？哎，相反的兩個用筆，大家一定要記住。哎，兩個啊，相反的，大家記住，我們可以扣在公屏上，同學們把這個啊，虛入實出，實入虛出啊，實入虛出。對，同學們可以扣的啊，我們可以把這個4個字，我們可以打在公屏上。加深一下啊，加深我們記憶。我們知道遠山用筆法不一樣。對，實入虛出，一定要分清。哎，它兩個是不是？哎，它兩個用筆是不一樣的，是相反的。然後瀑布啊，我們傳統裡邊瀑布很多的畫法，有的什麼？哎，有的是留白。你看，我們今天啊，來。大家看我這個小瀑布，這是什麼方法？哎，我是什麼？我用線，哎，用線去處理的啊，用線去處理的。哎，我們上面也是，下邊呢，這種瀑布的畫法我們叫什麼？勾線啊，勾線法。瀑布也有很多的處理方法，我們常見的什麼留白的，是不是？我們還有什麼勾線的啊？勾線法。下面啊，山石樹木完成以後，哎，我們需要什麼呀？需要增加一下我們的畫面的意境，是不是？意境靠什麼呀？同學們想象一下，我們你看畫面上，山石也有了，水也有了，樹也有了，我們需要什麼呀？需要增加它的畫面的豐富感，就需要我們增加什麼呀？同學們，對，這是我們一個畫面很主要的一個構成部分。哎，點景是為了什麼？提高我們的畫面的一個是意境，是不是？來看，哎，
我們常講畫橋的方法啊，兩寬一窄，哎，两寬一窄。大家看，我們這種結構，比如說，哎，我們在這個小河上啊，適合架什麼樣的橋？大家看，哎，我們適合架什麼樣的橋？是不是適合架一點？你覺得我們的畫面在这個石橋合適还是木橋合適？同學們，哎，我們這樣這個水面是不是？哎，架木橋，来，我們在这個小樹的後面，我們再加一個小亭子。啊，这个亭子讓它是不是哎長一點，講究什麼含蓄一點，是不是？有的我們需要什麼？哎，讓它露得多一點。比如說在什麼河邊，我們可以露得多一點。比如在樹的後面或者山石的後面，讓它稍微的長一點。然後我們土坡的地方，是不是我們常講？哎，什麼位置我們安排什麼點景合適？大家看一下，我們常講後有什麼山峰，前有水。這個地方我們適合安排什麼？我們安排房子啊，還是安排亭子，還是安排一個？這個地方我們適合安排什麼？同學們看一下，哎，常常在這個山峰的前面，對，我們安排一個小村莊，是不是？這是我們構圖的時候一定要注意，這個是我們不能在什麼呀？比如說在這個山頂上，還有什麼呀？在這個平台的地方或者懸崖的地方，我們不要安排什麼？不要安排這種房子，一定要安排在什麼？土坡上，後邊有山的地方。簡單的畫出點它的結構就可以，因為什麼？它作為什麼中遠景的點景部分，我們可以把它簡化一點，就是什麼？畫個房頂，側面的哎山牆，正面一個牆面就可以。遠處的哎越簡單越好。注意它的方向，哎，不能什麼，哎，不要畫成這個統一的一個方向，要什麼？要由向左向右，哎，左右穿插變化。畫建築也是注意這一點，要把方向感，把它方向我們要交代清楚，向左向右，向前。在後面，你看，房屋的後面我們要安排一些
小樹叢。来看我们小树丛，也是啊，简单的去處理，不要畫的太複雜。我們常講什麼？遠山無村，遠樹無枝。它的無枝就是什麼？遠處的小樹的時候，小樹叢的時候，我們就不要什麼勾這個小樹枝，只把樹幹勾出來就可以。對不對？你看，這樣我們一看，就遠處一看就是小樹叢，不用說教的太清楚。比如說，我想在遠山的地方，我去畫的時候，大家注意看，到遠處的畫這樹叢，我們對比一下前面的樹叢有什麼變化。一定要注意我们，畫的時候，一個是什麼？一個是線的，這種變化，一種是墨的這種變化。大家看一下，我們對比一下前面的小樹叢，它的墨色上有什麼變化？大家注意看，對比一下啊，同學們，我們仔細對比一下這兩個墨色，有什麼變化？同學們，這兩個墨色有什麼變化？來，仔細看，同學們，我們這兩個墨色的變化在什麼地方？對，是不是？前深後淺，就是前面的墨重，後面的墨淡。這就是我們的濃淡墨的變化。我們常講什麼？虛實關係，是不是？我們常講虛實關係，就是我們古人常講什麼？虛實有致，空間自生。就是說我們在什麼？在畫面上，一個是線的這種處理，再一個就是我們的墨的這個濃淡的處理，然後才會產生我們的空間。因為中國畫來說，我們靠的什麼？就靠的筆墨變化體現它。不像我們的西方來說，你有什麼焦點透視，是不是有色彩關係？我們中國畫裡邊就是線還有墨，我們怎能把它的空間關係處理出來？一個是平面，對不對？我們的中國畫也是在什麼呢？這個平面呢，去產生不同的空間變化，靠的什麼？就靠是我們的墨的濃淡變化去把它體現出來。所以說，中國畫我們在這個世界這個繪畫史上也是獨具一格。我們中國畫也有什麼？也有寫實，也有寫意。但是寫意來說，這一部分來說，在這個世界繪畫史上，沒有這個別的這個畫種能達到我們的這個高度。好，我們增加一些小樹。對，我們中國畫就是小寫意啊，就是小寫意、大寫意都是有的啊。然後還有什麼呀？比如說我們畫這個工整一點的工筆的，比如說我們常想到的什麼《千里江山圖》、這個《清明上河圖》，這都是什麼？其實就屬於我們的工筆的寫實的很重要的一部分。
哎，瞧上，你看是不是我們的畫面整個來說特別什麼靜的畫面，寂靜的畫面？大家看，我們缺少點什麼啊？哎，有了山，有樹，有了点景的房屋。哎，我们同學們再想想啊，我們的構圖是不是很完整了啊？有山，有樹，有水，是不是也有河面？還缺少點什麼？同學們，總結的我們大家想一下，是不是缺少點什麼？哎，點景的人物，來增加我們的畫面的，哎，這種主體意境感，是不是？哎。来個人物，這個人物畫的時候也是什麼？先畫頭部的結構，畫個橢圓形，然後上身微駝，這個古人都是什麼長袍大袖的，是不是？哎，所以畫的時候。他的衣服讓它大一點，啊，來，都是啊，我們古代的人物都是那種比較什麼？比較休閒，讓他衣服呢不要畫的我們和現代的人物一樣，穿的特別這個緊湊，都是那種比較休閒一點的衣服。好，仿有圖，是不是？可以加一點灌木，我們可以在樹下面，你看，在樹下面我們可以加一點灌木。灌木那种就是我們用什麼？用這個雙鈎的這種葉子去把它代替，就是我們樹下面，比如說小的紅葉啊，或者是這種大的葉片兒，就用夾葉我們去代替一下。你看我們構成畫面是不是很隨意？比如想添加什麼東西就可以添加，是不是？根據我們想的，我想要這畫面上，比如說，這個水面上，我想增加個船只，可不可以？可以，是不是？不是說我們像那個畫這個照片一樣，你就把它，我看了照片以後，就是說整個把它畫下來。我們這個中國話來說，就是可以隨意的添加、去減，是不是都可以？都可以在我们的畫面裡面。也是，我們看我們這個中國話來說，還有什麼呀？它的，有的同學說，這個有沒有這個透視關係？我們中國話來說都是什麼3點透視啊？大家注意看，每一塊山石它的受光都是不一樣的。比如山上面的山峰，是不是？你看啊，上面山峰就是我們右邊的
留白比较多一點，左邊呢稍微暗一點。大家注意看它的光線，你看右邊白，左邊暗，給人感覺就是它的光線是從什麼？從右邊過來的，對不對？你看到前面了以後，大家注意看，我們前面的山石呢，是不是？哎，頂部亮，哎，是这個下邊的暗。大家注意看，我們這個光線是從哪呢照過來的？我們可以想象一下，哎，這種山石，哎，頂部是亮的，哎，下部是暗的。這個光線，我們大家想象一下，這個光線從哪過來的？是不是？你看啊，它的光線方向不一樣，透视也是不一樣的。对，这邊是右邊啊，然後我們前面山石是從上面照過來的。你看它的光線不一樣，透視方法也是不一樣的。这和我們這個畫西畫就有什麼區別？西畫都講究什麼焦點透視，是不是？哎，我們中國畫講究什麼3點透視？它也是表現什麼？表現中國畫的這個中國人的一種自由的想象，自由的想象意識，不拘束，不受这個透视的關係拘束，充分的想象，充分的發揮我們自己的想象力。有右上的也有，你看啊，我們光線右上的也有，上面直下照過來的光線，下面也是有的。你看，都是頂部受光，兩邊暗下來，方向不一樣，它透视關係也是不一樣的。不用搞明白，我們中國畫來說，不用搞的这個像什麼西畫一樣的，就是說就得追求那種，就得要焦點透視，它的方向感特別強。我們中國畫來說，光線左邊都四方都可以照啊。對不對？中國講究的就是我們講什麼？想象，充分發揮自己的想象力就可以。寫意嘛，對不對？就是寫我們的心境，寫我們的這個就心裡想的，我把它表達出來。對，寬容包容。這都是我們這個中國畫裡邊的。好，這樣啊，我們畫完末稿以後，我稍微亮一下，
這個赭石色，看大家看啊，我们赭石色稍微的淡一點，不要太重。啊，我們那天有朋友問2號課的橫幅啊，朋友們，我簡單的給大家說一下啊，因為咱們老師呢，這個把橫幅2號課裡邊的一些作品已經給我發過來了，就是我們2號課裡邊會更新的一些內容，因為這些作品呢，有一些呢，它這個咱們在直播間的一天是畫不完的，所以呢，都會是錄播加直播的形式啊。就是大家喜歡橫幅的作品，想去學習更多的內容的話，去拍我們的2號課。2號課裡邊，因為它內容更多，我們一些大幅的作品，處理細節比較多的，然後染色層次比較多的啊，比較耗時的內容會更新在2號課裡邊啊，朋友們。對，因為我們常見的我們橫幅的作品来說，構圖比較複雜一點，涉及到的迎客松啊、長城的，或者是這個紅雲當頭的、源遠流長的這個圖案，它的構圖比較複雜，所以都是以錄播課為主。喜歡的啊，我想畫一些橫幅的作品，是不是？我们都可以在我們的2號課裡邊去學習。它比我們的比我們的束縛的作品來說，這個它的色彩變化也更加豐富，涉及的題材更加多。比如說還有什麼泰山的，還有什麼旭日東升的，很多都是那種橫幅的作品題材。看上完指示以後啊，在亮面我們再調一點什麼？調一點淺綠色就可以。夏天呢，哎，就是這個淺綠色呢，讓它深一點。春天的淺綠色讓它稍微的淺一點就可以。對，我們2號課這個韓我們老師的啊，韓老師的點評。2號課有一個是同學們，一個是什麼？哎，你只要畫了這個作品，比如說只要是我們課程的內容，比如說基礎課也可以，後邊的小品課，還有後邊3尺的、4尺的，後邊我們橫幅的作品，你都可以發給老師去點評。因為我們的2號課裡邊，比如說橫幅的作品，它的時長比我們的束縛作品還要長一點，還要長得多啊。你想想，同學們可以啊，你畫墨稿，就是說，比如說畫個束縛的吧，畫個這個基礎的都是可以的。你想提高的快一點，就掌握的技法稍微的多一點，就可以拍我們的2號課。它的題材啊，它的內容，它的風格，是不是會更多一點？你想想，我們這個2號課包括什麼？包括300幅的完整作品，是不是？大家去想象一下，300幅作品，你要包括的這個題材來說，它的構圖，它的風格，哎，這是我們的底色部分啊。哎，先把這個底色上完以後啊，大家可以根據什麼呀？哎，根據季節的不同，我們再去覆蓋，3青3綠都是，哎，3青3綠就可以。就水口的地方有點區別，你看大家看啊，水口的地方讓它顏色呢偏暗一點，哎，讓它偏暗一點。
這是什麼？这是我們調的啊，這調的墨青色，同學們，我们常用到的这個墨青色，比如樹葉啊、水的水流，還有什麼倒影，還有什麼雲的地方，這個常用的這個顏色。對呀，你看調色很重要，所以說同學們要想掌握一些，哎，我們這個老師這個上色的方法，哎，怎麼去調的，我們在課裡邊講的很詳細啊，因為在我們的前面的課裡邊講過很多關於調色的方法，春夏秋冬，是不是不同的季節我們調色方法是什麼樣的，對不對？都講的很詳細啊，同學們可以啊。在我們的直播來說，同學們看的只是說。哎，就講的比較快一點，因為這個針對來說，這個時間我們講的快一點。有的同學肯定說記不住，是不是？記不住這麼多的，哎，老師這顏色怎麼調的？肯定是記不住。所以說，我們就要到我們的課裡邊，同學們，到我們課裡邊去反復的看，是不是？不是一次就能記住的很多內容。今天看到的只是什麼？這是一小部分，這是我們的其中的一小部分而已。在我們的課裡邊，內容更多。你今天看到的是夏天的畫法，春天的裡邊，在我們的課裡邊，春天的畫法也有很多種，現代的手法，傳統的，對不對？都有不同的着色方法。大家只要喜歡，對不对？我們只要喜歡中國畫，喜歡山水畫，對不對？我們可以排着課，你去學習就可以。你想想，同學們，1號裡邊就已經包括了有100幅的完整作品，還有幾十節的基礎課。到我們的2號課裡邊，包括的內容，對不對？300幅完整的作品，還有基礎課，都是只要是我們喜歡的，都到課裡邊。對不對？你去學習，2號課裡邊加老師的點評。你比如說今天看到的，老師，我這個顏色我不知道這個對不對，是不是？覺得怎麼上出來顏色和老師上出來顏色不一樣？老師上的這個3綠色，我上的3綠色為什麼不一樣？是不是？哎，你這還是說我們對這個顏色的調色的方法還是沒有掌握住？你還是說不扎實？然後你可以發給老師，老師可以對你就告訴你，哎，這個顏色。你上色的時候，比如說比例不對，是不是深淺的顏色不對，處理都不對，都在我們的什麼2號課裡邊1對1的點評，是不是？這樣你就能很快的，哎，就調整過來。我不足的地方，哎，顏色上的不對的地方，你就馬上就能調整過來。很多同學在我們的2號課裡邊，很多同學都進步的很快。有的同學就是從基礎開始畫，就是說第一遍畫的就是不知道用筆對不對。老師講了，還是說覺得他的用筆方法不對，就發給老師，老師一看就知道，哎，你的用的方法不對，或者你墨處理的這個方法不對，哎，就是哎，馬上就指出他的不足的地方，然後再畫，哎，第2遍再發過來，對吧？他一下把他的這個錯誤啊，他不足的地方，馬上就能調整過來。你自己想，是不是？有的同學就是自己琢磨。比如買個書啊，我們自己去琢磨半天，是不是進步的覺得，哎，很慢，而且容易什麼？哎，容易走這個岔路，繞大圈，容易犯這個錯誤。好，哎，我們上完底色以後，可以再根據我們這個春夏秋冬的底色，你再去上面覆蓋什麼3綠的顏色、3青的顏色。就在我們的這個基礎上，我們老同學都知道，很多老同學就是畫墨稿，就老師畫了墨稿以後，也自己去上顏色。本來我想畫成那個夏天的，因為同學們畫成這個春天的，畫的很漂亮，因為什麼？掌握了什麼？掌握了老師他這個上色的這個方法，哎，掌握了上色的方法，就不用說，哎，老師你畫什麼這個夏天的，我能畫成夏天的。我畫春天的，你就畫成春天的，不是那樣的。有的同學也就是自己能設置顏色，就根據老師課程的內容去變化，
很多都是這樣的。為什麼？哎，老師教他什麼？手把手教他是技法，不是教的我畫夏天的你就畫夏天的，我畫春天的你就畫春天的，不是那樣的。教给了你技法以後，同学们掌握了这個不同的着色方法呀，掌握了技法以後，你去着色的時候，不用跟着老師這個着色方法去，就是說根據老師的這個變化去變，哎，自己去調節。都畫得很好，為什麼？老師講的都能聽懂，講的比較詳細。对的啊，這個同學說的，我們同學說的都對。老師講的好，再一個什麼？自己學這個學習也要什麼？也要需要，哎，再認真一點，對不對？比如說，就是說，還是自己有時候聽老師講的，還有糊塗這個不明白的地方，就需要老師再去什麼？哎，去指導一下，這樣我們進步的會更快。我們學習主要都是什麼？快節奏，對不對？我們能不能能很快的10分鐘掌握技法？我們為什麼要用好多天你去學習？是不是？少走彎路，至少來說啊，我們來說，跟着老師來說點評，你說至少少走很多彎路。可能我們學習的就和我們走路一樣，學習的時候會遇到什麼？遇到岔口，遇到十字路口的時候，你怎麼去選擇？你就需要什麼？老師說，告訴你說，這條道你直着走。有的同學就說，哎呀，我自己琢磨吧，走過來，一看不對，反過來我們再去走，還是不對，再反過來走，越繞越遠，是不是？就會我們兜個大圈兒。人家同學們都畫成了完整的作品了。他還在這個琢磨着，這老師這着色方法是什麼樣的？怎麼了？我上了半天還是顏色不對，是不是？我們有這個老師的點評課這麼容易的課程，為什麼不繞近還要繞一個遠？好。来，遠山，对我們畫遠山的時候，讓它遠山發一點什麼呀？灰色，讓它發一點灰色，不要說畫的太亮。好，畫清，加淡墨。畫一點遠山，好，遠山這個都是讓它虛下來，後邊處理什麼雲霧的地方，把它處理成雲霧。水面也是啊，水面的顏色和我們這個畫
葉子的顏色是一樣的啊，就是用墨青色染一下水面就可以。局部啊，局部调整一下。需要加一些什么三清的颜色，比如我们画什么画夏天的时候，颜色你不能什麼太亮，稍微的加一點三清的顏色。有的讓它偏綠一點，有的讓它偏的青色，讓它結合到一起。這個水的地方，大家注意看，我們水的地方用什麼？用浮勾的方法，用顏色浮勾一下這個墨線就可以。远刺山峰，讓它暗下來，和前面的山峰形成一個什麼明暗的對比。遠山，那灰下來，就我們，比如我們到這個大自然看山峰也是啊，遠山都是那種灰的。瀑布上面，讓它也顏色要深一點。夏天什麼如，相當於如這個雨滴，是不是它的水分比較多？上顏色也是啊，把那種水潤的那種感覺，要把它上出來。夏天的時候，我們赭石呢，讓留的少一點，不要留的太多。就是它夏天的時候，植被比較什麼，草木比較旺盛，比較茂盛，然後露這個石質層露的比較少，所以顏色讓它偏的特別深一點，赭石露的少一點。哎，
這人物我們水面是白色的啊，所以说這個人物呢，我就稍加一點顏色，來，藍色，我用什麼？用3清。刷个颜色就可以。我这個加页数我調個什麼？調個這個橘黃的顏色，朱標和藤黃，調個橘黃的顏色。這個不能調得太亮。我們這個加頁數注意看，哎，不要太亮。你比如畫這個秋天的，你可以調成什麼？調成紅色的亮一點。夏天的時候顏色，可以讓它偏一點，黃一點。好，簡單的啊，我們上一下這個夏天的顏色。好。